衣服领子太大容易跑光，分享3种改小的方法，改后舒适又漂亮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如果您也总是觉得领子太大容易往下滑，弯腰抬手都得小心翼翼防跑光，那别再将就了，一起往下看这方法，轻松解决烦恼，改完还能保持版型，穿着舒适又好看。首先拿着衣服两侧的肩线，将它们精准对齐，轻轻往前拉伸面料，找到领口上方的中心点，用粉笔或消失笔做个浅浅的标记。接着根据自己想要缩短的领口长度，在中心点两侧对称画出标记点。打好标记后，将衣服沿中心点反方向对折，确保两侧的标记点完全重合。然后开始用针线固定。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操作，我用了显色线演示。大家实际操作时，一定要选择与衣服同色的线，这样缝制会更隐秘自然。从对折处的边缘起针，采用简单的平针缝法，将两层面料固定在一起。接下来处理领口后方，把对折后自然凸起来的面料轻轻捏合，整理出均匀的两层褶皱。同样用同色线，从褶皱的中间位置开始，向两侧分别进行固定缝制。关键是针线不要穿过领口最外层的面料，全程在面料内侧操作，确保正面看不到明显的针脚。最后在面料内侧打好结，剪去多余的线头，一款改过的领口就完成了。这样缝制不仅解决了跑光的问题，还让原本单调的领口多了2层灵动的褶皱，使衣服显得更有设计感，更显精致。穿着时也更贴合颈部，安全感十足，活动起来自在又舒适。方法2，抽褶花边法，轻松穿出紧致感。先沿用方法1，找到中心点技巧，拿起衣服两侧肩线对齐，轻轻拉伸面料，找到领口上方的中心点，用粉笔做好记号。接着根据自己想要缩短的领口长度，在中心点两侧对称标出终点标记。展开衣服后，可以将标记线画得稍微粗一些，方便后续缝制时看清范围，避免缝错位置。准备好与衣服同色的线，从领口右侧的标记点开始下针。这里要注意，第一针需要从领口包边条，即领口边缘内圈加固的面料下方穿出，确保针脚从面料内侧起针，正面只露出细小的线头。第二针往左侧前方约 0.5 厘米处的面料穿进，随后将线头绕过领口的包边条，再向左前方下方的面料穿出。简单说就是通过穿进绕边穿出的节奏，沿着标记线反复缝制，每一针的间距保持在 0.5 到 0.8 厘米最佳，太密会显拥挤，太疏则容易松垮。缝制过程中尽量让线迹保持平行，确保后续褶皱均匀。一直缝到左边的标记终点后，停止下针。此时一手捏住领口面料固定，另一手轻轻拉动，慢慢收紧线头。收紧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面料，让领口自然形成均匀的褶皱。随着线逐渐收紧，原本平整的领口会慢慢浮现出一圈灵动的抽褶花边，弧度自然又精致。最后在面料内侧进行打结处理，确保结固定牢固，再剪掉多余线头即可。这样处理的衣服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领口过大跑光的问题，还靠手工抽褶花边增添了温柔的细节感，原本简约的领口变得更有层次感，搭配裙子更显温柔，搭配 T 恤显俏皮。而且抽褶的弹性让领口贴合颈部却不紧绷，
穿着时活动自在，日常抬手弯腰都不用再担心走光，颜值与实用性直接拉满。方法3，首先依旧用之前的方法找到领口中心点，在中心点两侧标出需要收缝的终点标记，随后从中心点垂直往下延伸5到10厘米，具体长度可灵活调整，想要多收点领口就留长些，追求自然效果就缩短一点。在此处呢也做一个标记，在领口形成一个清晰的倒三角轮廓，后续就沿着这个轮廓缝制。准备好与衣服同色的细线，从倒三角的尖角，也就是最下方的标记点开始下针。第一针从面料内侧往外侧穿出，确保起点的针脚也密藏在面料里。接下来按照阶梯式的针法操作，从尖角原点向右侧的三角边线移动，向上 0.3 到 0.5 厘米处穿出，再平行到左侧对应的标记线穿进，同样往上 0.3 到 0.5 厘米穿出，之后呢再回到右侧边线，重复右穿左穿右穿的节奏，像踩梯子一样沿着倒三角的轮廓向上缝制。针脚间距呢尽量均匀且紧密，间距越小，最后收缝时领口的线条越平整，几乎看不出手工痕迹。一直缝到倒三角最顶端，与之前标记的收缝终点重合后停止下针。此时一手按住领口面料固定，另一只手轻轻拉动，慢慢收紧线头，随着线逐渐收紧，倒三角区域的面料会自然合拢，原本过大的领口呢也会随之缩小。而且因为缝线全程在倒三角内侧，收紧时多余的线头都会被隐藏在面料褶皱里，从正面完全看不到。到这一步，领口改小的核心步骤就完成了。如果想让衣服更显精致，还能加个小设计，找来1到3颗小巧的纽扣，颜色呢可以根据衣服风格搭配，同色系更显低调，撞色系更亮眼。将纽扣缝制在收线的倒三角位置，不仅能固定收缝后的面料，防止线迹移动，还能让领口呢多一个小巧的装饰点，瞬间提升细节感。这样缝好的衣服，领口贴合颈部却不紧绷，日常活动时不会轻易移位，彻底告别跑光尴尬。正面看依旧保持衣服原本的版型，搭配衬衫、针织衫都很合适，加上纽扣装饰后，又多了几分复古或可爱的风格。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休闲出门，都能穿得舒适又好看。好啦，3种超实用的领口改小方法就全部分享完啦，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学会了再也不用担心领口太大浪费喜欢的衣服。我是瑶瑶，觉得这些技巧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学会拯救不合身的衣服。咱们下期再见。